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车床的复式刀座的认识。那今天最主要呢，会以复式刀座这个结构呢来介绍它的用途，以及呢怎么去使用它，以及怎么去认识它。那所以呢这次里面呢，它属于一个渐进式的一个教学。那这边你如果对于车床的入门的认识以及车床的夹头有兴趣的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都有个别的单元来去说明它。那这边我们在介绍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段动画。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复式刀座的固定刀座的部分。那这里呢，我们在复式刀座的上边呢，会有一个把手。那你把把手松开之后呢，复式刀座这个刀座的地方呢，可以做单向的一个旋转。那这个旋转的用意在于说，我们在旁边这个地方呢，都可以固定刀具。那车刀呢，一次可以固定4个。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车完之后不需要再去换车刀，我们只要把这个复式刀座的刀座呢做一个旋转就可以去使用它。那这边呢就是一个用途。好，那像刚刚有介绍的复式刀座呢，它的刀座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把上面的把手松开之后，可以做单向的旋转。那这边有记得吗？我是说单向的旋转，所以我们如果有使用过复式刀座的一个刀座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有单向可以做旋转。你如果要旋转另一个方向呢，它是被卡死的。那这里面呢是类似一个棘轮的一个结构，它做一个单向的旋转，所以你另一边是没有办法去做转动的，它是有卡死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在复式刀座的地方呢，这边上排它都会有螺丝。那这里呢，我们可以运用梯形的套筒扳手去把它锁紧。那这里呢，我们通常在底下的地方，车刀的底部呢，会有一些垫片可以去做使用。那这个垫片的用意是什么？我们一般在做车床车刀的时候呢，因为弓箭是做一个高速旋转，所以我们的车刀的中心呢，尽可能呢是跟弓箭的中心是呈现一个一致的。那有时候我们固定上去之后，会发现车刀可能会比较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垫片把它垫高。这样子我们在车端面的时候，或是在车外径内径等等的车的过程呢，车刀它可以正确的去做使用，才不会在车的过程呢会有一些问题，或是在车的时候它没有同心。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垫片可以排除这个组装的一个公差的问题。那这里呢，记得我们在使用复式刀座的时候，千万要记得我们在锁的时候要怎么去锁它呢？一般呢，我们都会先锁中间的螺丝，螺丝锁完之后再锁前后，这样子我们会避免说，我们如果一开始是先锁后面或是先锁前面的话，车刀它可能会翘一边，可能往下倾斜或往上倾斜，这样子的固定方式都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车刀的固定的时候，一般会先固定中间的螺丝，然后再固定前后。那这里呢，千万要记得，我们在做车床的时候，这边不管是夹头也好，还是复式刀座的一个刀具的固定也好，都要把我们的车刀呢固定住。如果你没有固定住呢，如果你在车的过程问题小一点，可能只是车刀断掉而已。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车刀会飞出来，那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记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固定好。以及上方的把手也记得把它固定好。如果你上方的把手你没有把它固定好的话，我们使用的时候在车弓箭它这边就会脱离，那也有可能会产生危险。这边都是要去注意的。然后这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咯。再来呢，介绍一下复式刀座它的移动。那这里呢，一般复式刀座呢，它都是一个机构的模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上半部的地方，这边可能会有2颗至3颗螺丝呢，我们可以松开之后，可以把整个机构给它拿起来。所以复式刀座呢，它是属于这个模组化的。那它的右边这里通常会有一个把手，
那把手我们在做旋转的时候，它会带动的中间的螺管做一个前或后的移动。那这边中间滑轨的地方呢，是使用什么呢？这边是车床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鸠尾槽。那鸠尾槽的意思在于说，鸠尾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字面上可以知道，它就是一个类似鸟类的一个尾巴。它是说是有一个倒钩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个复制倒钩的移动的时候，它可以做左右的横移的一个作动。但是呢，我们在上下的时候，它因为这个鸠尾的结构被卡住了，所以它不会被整个拿起来。那这个鸠尾的这个滑座的这个结构呢，在车床是很常看到的。复制倒座只是其中一个。那另外呢，好像是车床的移动的地方，以及尾端的一个尾座，它也都会有这个类似鸠尾的情形。那这边不在探讨内，就没有再说明。那最主要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我们用复制倒座来横移，然后再做一个进击的动作来做车道的车锈的部分。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是在车外进的话，或是在车内进，是可能比较少会用到复制倒座这个横移的动作。一般会用大手轮去做一个滚动，在底部这里。那这里，那这个用途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上面有刻度，那这边的刻度呢，通常会比大手轮那边呢，这个间隙会再小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控制像是车阶级，或是说你在车的距离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公差，公差可能要比较小，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复制倒座，或者是我们在做归零的动作，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地方转到一个归零的动作，再用大手轮去做旋转，然后来做一个零点的归零，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边呢，复制倒座它没有绝对的用法，只是看个人习惯性的。那这边呢，让大家参考一下。再来呢，来介绍一下复式刀座。那这里呢，复式刀座呢，它是可以去调整角度的。像这样子，我们一般呢，它都是90度垂直或是水平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复式刀座呢，我们在这里把螺丝松开呢，它其实这边会有刻度，我们可以去调整说我们要倾斜几度。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在车床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车锥度的一个需求。那锥度呢，有可能是你要做一个装配的，或是要做什么用途用的，就会有这个锥度的用法。那这边你可能会想说，那车床我们要测锥度，到底该怎么去测出来呢？难道是要用手轮这样前后这样子测出来吗？其实我们从这个复式刀座呢，可以发现它可以调整角度，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调整角度呢，测出我们想要的一个锥度。那当然这边呢，你要去算它的角度以及距离呢，该怎么去把它车修出来那这边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技术，那这边就不在探讨范围内。那你如果对于这样的叙述呢，还是比较抽象的，没关系，等一下下一个章节呢，我会来介绍一下是怎么把它车修出来，会有一个动画的模拟，那你会更清楚的。那这里呢，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复式刀座呢，它除了一个横移的左右呢，它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旋转式的一个调整角度让各位参考一下。那这边呢，来综合一下这个复式刀座它的进刀的移动。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车床夹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的，它是一个结构。那这边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手轮呢，可以做一个左右的横移的状态，然后来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进行车修的动作，以及说刚前面有介绍到复式刀座呢，它可以调整角度，所以呢，它在车的时候呢，可以车出一个锥脊。那阶级的话，角度就看我们要怎么去设定它角度以及长度这边都有一些特定的算法那这边就不在探讨范围内。那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移动复式刀座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注意的是说，我们在车床夹头的这个夹爪的地方呢，会不会去撞到那这边要去注意，我们在做车修的动作的时候要记得要注意这个距离。你说我们在往这个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往中心车这个端面的时候，这个车刀它有没有跟弓箭呢的中心呢是有一个重叠的是不是在中心的位置？如果是太高或太低呢，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刀座来做调整。那它通常呢太高就比较难处理，太低的话我们可以垫一些垫片
拿一些铁板或是垫片等等的呢，把它垫高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太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你可能要把你的车刀呢，这边手柄的地方给它磨比较小，或是换比较薄一点的车刀。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参考一下富士刀座它的用途。那其实它的用途是非常多的，那就留给大家去做个尝试跟想一下你怎么去使用这个富士刀座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富士刀座呢，来把这个弓箭车速追度。那我们是怎么去做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画面上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动画的模拟。那这边弓箭的话，就是夹持在我们车床的夹头，做一个高速的旋转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就运用了这个大手轮，把它转动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之后，固定完，我们再把这个刀座呢往前移动。移动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富士刀座呢螺丝松开，然后转动到我们想要的角度。接下来呢，我们再移动这个富士刀座的手柄。我们看到从手柄这边，我们转动把手，把手就会带动这个富士刀座往这个地方做车修的动作。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车出这个锥度。那看你是想要几度的呢？我们就运用富士刀座这边来做个调整，就可以了。那这边呢，要比较注意的是，我们车刀这里呢，我们车的这个车修的量呢，不要太多。那太多的话呢，有可能你车刀呢，会车不动，甚至车下去的话，车刀会断掉，破裂等等的。所以这边要比较注意一下它车修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车的这个厚度呢，或是它车的量是多少，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以及说我们在车的时候呢，我们在固定富士刀座比较重点的就是车刀固定上去之后，它到底有没有跟弓箭的中心呢是重合的。这边如果没有的话，记得要去调整一下，这样你的车刀的寿命会比较长，车出来的弓箭也会比较漂亮的。那这里呢大致上就用了这个动画的模拟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富士刀座呢，到底是怎么把这个锥度给它车出来的呢？那这样是不是你对于说用车床车这个锥度呢，是不是有再更了解一点的呢？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车床的富士刀座的用法。那这边呢，我们来看到车床的富士刀座，基本上最重要的呢，就是来固定刀具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车床的富士刀座是没有办法固定车刀的，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动作。因为一般我们在做车床的时候都是要放在上面，然后呢运用富士刀座的车刀来做车修的动作。那如果没有富士刀座，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所以富士刀座在车床的加工的过程呢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你没有富士刀座，等于是没有办法做的。那当然车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富士刀座会看到它是固定刀具的。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在固定刀具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你固定的时候千万要把它锁紧，而且呢会建议说固定的时候我们从中间开始做固定。当然有时候你可能是固定2个螺丝也有可能的。那这边就记得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呢两边尽可能的锁腹的力道呢是差不多的。底下的垫的呢也要垫平一点，这样子车刀呢比较可以呈现水平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在车修弓箭的时候比较不会产生一些问题。那这里呢也有提到说，这个地方我们在横移的时候呢，它是使用鸠尾槽的，所以我们在上下的这个自由度呢是有限制住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在车的过程呢，这个富士刀座它会往上跑走是没有这个情形的。以及说这里我们可以用手轮去转动然后让它把它固定住这也是一个方式的。那这里我们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呢，富士刀座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可以运用的固定很多的这个车刀，我们最多可以固定4种车刀。那这样子呢，我们在车修的时候，有时候是车外径，有时候是要车接击，或是要切断的，或是要车内孔、倒角等等的，我们会用不同的车刀。那如果我们事先呢先把车刀把它夹持上去，夹持完之后呢，我们在车的过程会比较顺利一点，你就不用车完之后还要把车刀卸下来，或是再重新固定车刀
我们可以运用复式刀座这个刀座的功能呢做一个旋转来做一个换车道的动作是相当方便的这边如果你有使用过呢你可能就会蛮清楚的复式刀座的这个刀座的旋转是相当好用的一个功能。那这边呢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子说明了这个复式刀座的用途。那这里呢我们车床呢基本上它是有很多地方所结合在一起的。那会运用这种方式呢，就是一个分段式的教学，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车床这个结构。那这边呢，你如果对于车床的车修还不是那么熟悉的，你可以到车床的入门的认识篇，那边会有更简便的说法。这样子呢，你看起来会更清楚说，原来车床是运用车刀来做这些车的动作。那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车刀是怎么移动的呢？就是运用这个复式刀座。所以入门篇跟复式刀座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教学的。那你如果对于说入门篇看了这个车刀的移动，觉得说那我还是不清楚车床它到底是怎么去移动这个车刀的呢？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复式刀座，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它是运用复式刀座来移动这个车刀，然后来做车床的工件的加工。那当然。车床底下呢还是有其他的结构，那这边呢，未来有机会我都会逐一的跟大家来做个分享。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